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比较新型的一款肥料就是主要是用于喷雾这一块的一款肥料，就是磷和钾的肥料磷钾肥。说到磷钾肥这块呢，就是因为喷雾我们一般用的磷酸二氢钾比较多一点，但是使用磷酸二氢钾，唯一的一个弊端呢，就是它没法和钙元素去复配，加在一块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絮状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淀啊。那么，如果我们想既能补充磷钾，又能补充钙，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在市场上发现有一款比较好的一款肥料这款肥料实际上时间也比较长了，有几年了，但是推广这块始终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亚磷酸钾这样的一款肥料它的含量呢，磷和钾的含量基本上都是在500克每升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亚磷酸钾在国外的，就是一些欧盟的国家，它用的比较多。这个是我从网上的一些资料查出来看到的但是他们用的不是说以补充磷和钾为主，他们主要干嘛呢？主要是用于那个起到一个杀菌防病的作用。那个亚磷酸亚磷酸根它对这个真菌类、细菌类、病毒类这些病害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但是作用机理我查了一下，我不是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是从很多的学术文章当中发现这一块确实对这个亚磷酸钾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开始采用这一款那个肥料，用了以后效果确实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和那个钙肥去复配的，你用硝酸钙也好，用螯合钙也好，或者是用糖醇钙也好都不会起反应就不会产生那种絮状物那种情况的发生。尤其像我们种番茄这一块，在种后期，我们要保证一个高的口感，肯定要叶面喷施一些钾肥但是呢，要增加一些钙肥来预防这个起伏病的发生，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会省去很多的功夫。朋友们，大家好谈到现在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无土栽培的时候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就是会提到，那么有机质有一些牛粪呢，或者说是有一些蚯蚓粪到底是什么样的适合咱们去做这个无土栽培这期我想跟咱们朋友们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我们采用的呢，是这种蚯蚓粪。这个蚯蚓粪呢，就是几乎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团粒结构。这个蚯蚓粪呢，里面呢有这个草炭土包括一些这个蚯蚓的这个粪便包括一些这个牛粪等等。蚯蚓粪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通气性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说保水能力呢，是仅次于咱们这个土壤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浇一次水以后这个保水性可以达到7到8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说保水性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蚯蚓粪它的 pH 值呢基本上在这个6.8到7.1之间，也就是说弱酸到中性可以说呢适合绝大部分的这个蔬菜的种植非常非常的不错。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蚯蚓粪里面呢它含有这个蚯蚓它一直呢在这个粪肥里面呢进行活动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微生物菌呢也会多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提到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鸡制或者说是像一些牛粪或者说是像一些椰糠，那么这些呢也可以去用，但是呢我不主张因为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它的保水性呢比较差，尤其比如说像椰糠吧，它基本上就是说每一天都需要去浇水。那么鸡制呢，你基本上也得这个2天到3天的一个时间就得需要去浇水相对呢，就是它这个营养性不如这个蚯蚓粪因为蚯蚓粪呢它含有将近40%的这个，包括一些腐殖质或者是这个有机质这个含量呢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蚯蚓粪呢，它本身呢就是氮磷钾呢相对含量虽然说比较低，但是很均衡可以说是一款很不错的一款平衡的一个肥料